他了，開睡。你好，歡迎來到畫家歷史電台。今天講的是一場掐滅大唐最後生機的農民起義，是一介私鹽販子掀翻半壁江山的傳奇，更是讓本就風雨飄搖的李唐王朝徹底墜入沒落的關鍵拐點——黃巢之亂。要搞懂黃巢之亂，先得明白一個道理：雪崩時，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。黃巢能掀起撼動大唐的滔天巨浪，根本原因從不是它有多強，而是晚唐的江山早已爛到了根上，就差一個火星就能引爆整個帝國。這個火星子最終在公元874年由王仙芝起義點燃。在此之前，大唐早已在內憂外患的泥潭裡掙扎了上百年。彼時的帝國像一包吸飽了油的乾草，別說狂風，哪怕一點星火都能燒盡百年基業，崩塌只是時間問題。而壓垮大唐的核心頑疾，正是安史之亂後甩不掉的藩鎮噩夢。安史之亂平定後，朝廷無力徹底清算殘餘勢力，為了安撫降將，快速穩住邊疆，只能妥協保留大量节度使職位。這一操作直接給大唐埋了顆百年定時炸彈。這些节度使可不是乖乖聽話的臣子，手握轄區內軍政、財政、民政三權合一，說白了就是一個個獨立的土皇帝小王國。對中央朝廷能陽奉陰違，就絕不老實聽話，心情不爽了還敢公開叫板，把朝廷威嚴按在地上摩擦。越到晚唐，藩鎮割據直接亂成一鍋粥。當時全國的藩鎮勢力妥妥分三大派系，各有各的小算盤，沒一個真心跟朝廷一條心。河北三鎮是老牌反骨仔，純的獨立割據勢力，壓根不鳥中央。節度使的位置要麼父死子繼，要麼部將自己擁立，朝廷連插嘴的份都沒有。中原藩鎮就是牆頭草，夾在中央和河北藩鎮之間當緩衝，哪邊給的利益大就倒向哪邊，立場比翻書還快。江南藩鎮看着溫順聽話，實則攥着大唐的錢袋子死不鬆手，江南的財富全被他們捏着，中央想收稅都難，財政直接被卡脖子。更離譜的是，藩鎮之間還天天互相掐架、搶地盤、搶人口，打得頭破血流，苦的全是老百姓，流離失所，民不聊生。而中央朝廷对此毫無辦法。為啥？因為朝廷的核心禁軍神策軍早被安史之亂耗光了底氣，再加上宦官專權瞎搞，隊伍爛透了，戰鬥力跌穿地板，根本打不過手握重兵的藩鎮節度使。就這樣，晚唐徹底陷入中央弱到離譜，藩鎮強到沒邊的死局。堂大唐愣是落了個政令不出長安城的窩囊下場，這也為後來黃巢起義軍橫衝直撞鋪好了路。藩鎮們全想着自保，誰也不願為搖搖欲墜的朝廷賣命平叛。黃巢大軍在各地轉戰，如入無人之境。如果說藩鎮是啃食大唐的外患，那宦官專權就是蛀空帝國根基的致命內憂。晚唐的宦官早就囂張到無法無天，废立皇帝跟換衣服似的，操控朝政一手遮天，硬生生在李唐皇權頭上建起了一個只手遮天的影子朝廷。宦官能爬到這個位置，關鍵就抓了一個核心：軍權。唐德宗貞元年間，宦官正是攥住了大唐中央禁軍核心神策軍的兵權，手裡有了刀，宦官的勢力直接一路狂飆，再也沒人能壓得住。到了唐文宗時期，宦官徹底把持朝局，軍權攥死，官员任免說了算，奏折傳遞全把控，皇帝的一舉一動全在他們的眼皮子底下，活成了被圈養的傀儡。公元835年，忍到極致的唐文宗再也裝不下去了，密謀發動甘露之變，想端掉宦官集團，結果計劃全盤敗露。這場政變
最後慘到離譜，唐文宗被宦官軟禁到死，參與的大臣滿門抄斬，朝堂直接被血洗一空。經此一役，宦官的權力直接飆到頂峰，再也無人敢反抗。宦官專權的惡果更是讓大唐爛到了骨子裡，朝政徹底腐壞，賣官馭爵，搜刮民脂民膏成了常態。為了鞏固權力，宦官勾結外戚，士族結成利益網，黨爭越鬧越兇。李唐皇帝要麼承認人擺布的提線木偶，要麼有心親政卻回天乏術。宦官專權還不夠，朝堂又被另一股毒瘤纏上，牛李黨爭。這場掐了近半個世紀的朝堂內鬥，把大唐的國力啃得一乾二淨，堪稱壓垮帝國的又一根致命稻草。這場黨爭從唐憲宗元和年間開打，一直鬧到唐玄宗大中初年才落幕。以牛僧孺、李宗閔為首的牛黨和李德裕帶頭的李黨勢同水火，不死不休，為了搶朝堂話語權，掐得昏天黑地。兩黨結仇，看着是出身不同，牛黨多是科舉進士出身，代表庶族士人；李黨多是世家子弟，靠门音入仕，代表傳統門閥。說白了，核心還是權力博弈。治國理念只是幌子，對方支持的必反對，对方反對的必推行，哪怕是利國利民的政策，只要是對手提的，一律往死裡對。就拿藩镇來說，牛黨為了維穩姑息妥協，李黨堅持中央集權強硬打壓。選官上，牛黨護着科舉擴招，李黨守着門閥門音特權，反正就是對着幹，誰也不讓誰。最要命的是，這場黨爭還被宦官集團拿捏得死死的。兩黨為了贏，爭相勾結宦官當靠山，宦官則坐山觀虎鬥，借着黨爭攪亂朝局，鞏固自己的權力。宦官專權和黨爭內耗，直接把晚唐朝堂攪成了一鍋渾水。這近50年的內鬥，給大唐帶來的全是毀滅性打擊。朝堂決策朝令夕改，政策根本沒法落地。當官不靠才幹，靠黨派，有才的要麼被排擠貶謫，要麼被逼着搞內鬥，沒人專心治國。而底層老百姓只能在黨爭的內耗、朝廷的苛捐雜稅裡熬着水深火熱的日子。到了唐玄宗時期，這場黨爭才算徹底收尾。玄宗直接出手，把李黨徹底瓦解，牛黨也沒撈着好處，看似平了黨爭，實則只是皇權收束的結果。可到了黄巢起義爆發的唐僖宗朝，黨爭留下的爛攤子早就根深蒂固，朝廷公信力碎成渣，行政效率低到近乎停滯。這破敗的朝堂早就撐不起大唐的江山了，黄巢的星火自然一燒就旺。藩鎮割據，宦官專權，黨爭內耗，大唐上層爭得頭破血流，最後所有的苦全砸在了最底層老百姓的頭上。晚唐的百姓被3座大山死死壓着，早就被逼到了絕路，3大致命危機直接把人逼向生死邊緣。第一重危機，苛捐雜稅往死裡刮。中央為了養軍隊、為藩鎮、逞官僚體系，瘋狂加稅。地方官和藩鎮更是變本加厲，巧立名目，層層加碼，連公元780年定下的兩稅法都成了官吏舞弊的工具。原本夏秋2季交糧食的税制被改成賒納，把粮食折成錢交稅，可官府想怎麼算就怎麼算，隨意調整折算比例，硬生生把百姓的血汗錢刮乾。再加上人头稅、徭役、兵役輪番壓，老百姓丰年勉強糊口，荒年直接走投無路。第二重危機，天災夺命，朝廷冷眼旁觀。從公元873年開始，黃河流域旱災、蝗災接連炸鍋，田地乾裂，莊稼絕收，路上全是餓死的百姓。到公元874年，山東、河南的饑荒直接鬧到極致，百姓挖草根、剥樹皮填肚子。
更慘的是，有些地方居然出現了人相食的人间慘劇。可就算民不聊生到这份上，朝廷和地方官愣是視而不見，赈災沒有就算了，催繳賦稅半分不讓，硬生生把老百姓逼到絕路。第三重危機，土地被搶，流民遍地，世家大族、藩鎮、宦官、地主豪強仗着勢力瘋狂兼併土地，農民失去唯一的田產，全成了無家可歸的流民。他們四處乞討，顛沛流離，飢寒交迫，成了大唐最不穩定的火藥桶。而早已被內憂外患掏空的朝廷根本沒能力安置，只能任由流民聚集遊蕩。這千萬走投無路的流民，後來全成了黃巢起義軍最核心、最龐大的兵源。上層爭權奪利，中層刮地三尺，底層民不聊生，晚唐的天下早就成了一個火藥桶。而就在這個民怨沸騰、王朝搖搖欲墜的時刻，一個屢次科舉落地的書生，對着這群被朝廷拋棄的百姓振臂一呼，毅然舉起了反抗的大旗。這個書生就是黃巢，他的起兵也成了壓垮腐朽晚唐的最後一根稻草。黃巢出身於曹州冤聚，也就是現在的山東菏澤西南，他們家是當地響當當的私鹽世家。在唐朝，食鹽是國家嚴管物資，販賣私鹽可是殺頭的重罪，但高風險換高利潤，黃巢家族靠這門高危生意攢下了潑天財富。出身優渥的黃巢可不是只會揮霍的紈絝子弟，他不僅精通詩文，還練就了一身騎射本領，稱得上是文武雙全的人才。《新唐書》都明確記載，他善騎射，喜任俠，粗涉書傳，年少時就胸懷大志，一心想靠真本事闖仕途。按常理，他有家財和人脈加持，再加上自身才華，科舉之路本該順風順水，可晚唐的科舉早就爛透了。唐朝科舉本是寒門跳板，到了晚唐卻被門閥士族和黨爭勢力徹底壟斷。黃巢雖有錢，但鹽商出身，屬於工商雜類，在士農工商的等級裡排最末，被士族狠狠看不起。再加上他沒任何黨派靠山，哪怕滿腹經綸，也只能在科舉裡屢屢碰壁。他一次次奔赴長安趕考，又一次次名落孫山。最扎心的是最後一次，此時的他已年近半百，抱着半生期許衝刺，結果還是竹篮打水一場空。站在長安街頭，眼前是帝王都城的繁華盛景，心中卻是多年寒窗的徒勞無功。再聯想到晚唐朝廷的腐朽黑暗，底層百姓的水深火熱，黃巢積壓多年的不滿與怨恨徹底爆發。離開長安前夜，悲憤到極致的黃巢在客棧牆上寫下了千古絕唱《不第後賦居》。待到秋來9月8，我花開後百花殺。衝天香震透長安，滿城盡帶黃金甲。這哪裡是詠菊詩，分明是血淚控訴書，更是向大唐宣戰的戰書。詩裡的菊花是他的自喻，也是所有被時代壓迫者的縮影。而百花殺3個字早已藏着他要掀翻舊秩序、血洗長安的野心。科舉夢碎後，黃巢果斷回了老家，徹底斬斷仕途幻想，暗中憋大招搞事情。他靠着家族私鹽生意攢下的巨額財富，還有遍布全國的私鹽販賣網絡，廣交江湖豪傑、私鹽販子和走投無路的流民，一步步拉起了一個隱秘又龐大的勢力團夥。他默默蟄伏，就等一個時機，一個點燃晚唐、顛覆王朝的絕佳時機。黃巢還在暗中憋大招等時機，另一人已經率先亮劍，點燃了反唐的第一把火。這個人就是王仙芝。王仙芝出身河南濮陽的農民家庭，一輩子被苛捐雜稅、貪官盤剝，把底層的苦吃了個遍。忍無可忍之下，
公元874年年底，他在華州長垣召集了幾千個走投無路的饑民，毅然扛起反唐大旗，正式起義。更狠的是他的口號和頭衔，他自稱天補平軍大將軍，直接喊出劫富濟貧，除暴安良。尤其是天補平均這4個字，精準戳中了晚唐貧富差距懸殊、土地被豪強搶光的死穴。這可是古代農民起義裡第一次明確提出平均訴求，一下子就點燃了底層百姓的希望，極具號召力。這口號一傳開，就像驚雷炸遍四方。附近的流民、農民哪怕自帶乾糧，也瘋了一樣投奔王先知。起義軍隊伍短短時間內就從幾千人暴漲到數萬人。王先知帶着這支草根大軍勢如破竹，接連拿下曹州、蒲州等重鎮，反唐的浪潮瞬間席捲中原，震動了整個朝廷。消息很快傳到曹州冤獄，黃巢知道等了這麼久的時機終於來了。公元875年6月，黃巢當機立斷起兵，帶着家族子弟、幾千個常年走南闖北的私盐贩子，再加上聚攏的流民，在冤獄高調響應王先知。公元875年6月，黃巢、王先知兩軍順利會合，兵力直接飆升到數萬之眾。兩大反唐勢力強強聯手，開局就開啟橫掃模式。先在魯西、豫東聯合作戰站穩腳跟，隨後果斷分兵布局，相互策應。王先知率軍猛衝河南腹地，黃巢則扎根山東，一邊清剿官軍，一邊收攏民心，南北呼應之下，把唐朝守軍打得暈頭轉向。可彼時的唐朝守軍純屬擺爛，大多是戰鬥力拉胯的地方團練，連藩鎮軍隊都各懷鬼胎，滿腦子保住自己地盤就行，全程消極避戰，固守不出，沒人願意主動圍剿起義軍。這波操作直接給起義軍開了綠燈，大軍如入無人之境，戰事推進一路狂飆。7月，王先知拿下蒲州。8月，黃巢順勢攻克曹州，隨後兩軍再度合兵，調轉槍口猛攻運州、宜州等地。山東、河南的百姓早就恨透了朝廷，紛紛自帶家當加入起義軍，隊伍規模短時間內暴漲到10萬人，反唐聲勢直接燃爆中原。起義軍的迅猛擴張，終於驚醒了長安朝廷。唐僖宗慌了手腳，急忙下詔調平盧節度使宋威、副使曹全整率軍圍剿。公元876年7月，宋威帶着官軍在宜州與起義軍展開正面激戰。雖說起義軍人多勢眾，但隊伍裡大多是沒經過訓練的流民新兵，只有黃巢帶來的私鹽販子骨幹有實戰經驗，裝備也簡陋得很。面對朝廷正規軍的猛撲，起義軍損失慘重，王先知、黃巢只能帶着殘餘部隊突圍，往河南南部轉移，暫時避其鋒芒。這場慘敗徹底打醒了起義軍領導層，跟官軍正面硬拼就是賠本買賣。於是他們果斷換打法，放棄死守城池，開啟流動作戰新模式，專挑河南、安徽一帶防守薄弱的州縣下手，攻其不備搶糧草補軍需，順帶吸納流民擴充兵力。這種靈活戰術直接把官軍玩懵了。習慣穩紮穩打的唐朝軍隊被起義軍溜得疲於奔命，顧此失彼，再加上宋威打了一仗就飄了，居然誤報王先知已死，向朝廷邀功，後續徹底消極待戰，官軍根本沒法形成有效圍剿。起義軍在輾轉奔襲中慢慢回血，重新站穩了腳跟。在河南、安徽一帶，起義軍越打越猛，勢力一路膨脹，朝廷急得焦頭爛額。眼見軍事圍剿沒用，就玩起了陰的，祭出招撫分化的毒計，試圖從內部瓦解起義軍。公元876年年底，朝廷派宦官楊復光出面當說客，
拋出左神策軍押牙兼監察御史的官職當誘餌，專挑王先知下手，引誘他投降歸順。可王先知本就是農民出身，起兵反唐只是想擺脫苦日子，壓根沒有推翻朝廷建新政的大抱負，所求不過是一份安穩前程。面對朝廷遞來的官帽，他瞬間就動了心，偷偷跟楊復光勾連，暗戳戳打算接受招安，賣了弟兄們換榮華富貴。這事兒沒藏多久就傳到了黃巢耳朵裡，黃巢當場氣炸，立馬找王先知對峙，一見面就指着他鼻子痛罵，滿是悲憤與斥責。我們當初一同舉旗起義，發誓要劫富濟貧，掀翻這腐朽朝廷，如今你卻想獨自招安，貪圖一官半職，把數萬弟兄的生死和抱負拋到腦後，他們該怎麼辦？盛怒之下的黃巢直接動手揍了王先知，還把他的頭給打傷了。黄巢的怒斥，弟兄們的指責，讓王先知又羞又怕，沒辦法，只能暫時打消投降的念頭。但這招安風波就像一根刺，徹底扎在了兩人之間，裂痕再也無法彌補，矛盾直接擺上台面。黄巢態度決絕，鐵了心要血戰到底，推翻李唐建新規。王先知卻意志搖擺，投降的心思壓根沒斷，之後打仗時忽戰忽降，立場比翻書還快。到了公元877年年初，兩人終究是道不同不相為謀，正式分道揚鑣。黄巢帶着一部分起義軍北上回了山東，一路雷霆掃雪打州縣，擴勢力，反唐的立场半分不動搖。王先知則帶着主力留在河南、安徽一帶打轉，可心態早就崩了，作戰意志大不如前，還屢次偷偷接觸官軍，投降的苗頭越來越明顯。雖說兩人分裂短期內削弱了起義軍的整體實力，但反而讓反唐勢力的活動範圍徹底鋪開，形成南北雙線作戰、相互呼應的格局。本就分身乏術的唐朝朝廷，這下更顧此失彼，反唐的浪潮不僅沒被壓制，反而越燒越旺。公元878年正月，一直搖擺不定的王先知，終究為自己的猶豫付出了致命代價。他帶着起義軍猛攻齊州，卻撞上了唐朝招討副使曾元玉率領的精銳官軍，一場慘烈死戰就此打響。可王先知的部隊早就沒了鬥志，主帥整天揣着投降的心思，士兵們軍心渙散，再加上硬實力本就不如官軍，沒打多久就全線潰敗，傷亡慘不忍睹。王先知帶着殘兵敗將拼命突圍，慌不擇路地逃往黃梅，想找地方收攏兵力喘口氣。但曾元玉根本不給留活路，率領官軍乘勝追擊，一路追殺到黃梅，對着起義軍再次發起猛攻。這一戰，王先知部被徹底打垮，他本人也戰死，首級被官軍割下，快馬加鞭送往長安，成了將士們邀功請賞的戰利品。王先知一死，反唐起義軍瞬間陷入低谷，群龍無首，士氣跌到谷底，殘部要麼四散逃亡，要麼不知所措。關鍵時刻，王先知麾下核心將領上讓站了出來，率領剩餘主力輾轉奔赴山東，投奔了此時已是反唐中堅力量的黃巢。自此，黄巢順理成章地成為起義軍唯一的核心領袖。他立刻着手整合部隊，把王先知的殘部與自己的軍隊合併改編，統一指揮，嚴明軍紀，讓起義軍的戰力快速回血。緊接着，黄巢自立黃王，號稱衝天大將軍，初步搭建起政權組織和指揮體系，徹底擺脫了之前鬆散的流寇式作戰模式。整頓完畢，這支重新集結、目標一致的反唐大軍，在黃巢的帶領下，開啟了全新的征戰之路，鋒芒直指李唐王朝的核心腹地。一場更大的風暴正在悄然醞釀。公元878年3月，黃巢整合完大軍，二話不說從山東揮師南下，
一眼就盯上了大唐的錢袋子江淮地區。這地方可是晚唐的命根子，沃野千里，糧草滿倉，南北漕運要道全在這，財富堆成山。更重要的是，朝廷在這的守軍薄弱，藩鎮又各顧各自保，簡直是起義軍搶補給、擴實力的絕佳目標。黃巢大軍一路開掛般勢如破竹，接連拿下亳州、颍州，順順利利渡過淮河，直插淮南腹地。消息傳到長安，朝廷火速下令讓鎮海节度使高駢率大軍攔截。這高駢可不是普通庸將，是晚唐少有的狠角色，早年守邊疆，戰功赫赫，麾下淮南軍更是精挑細練的精銳，堪稱黃巢南下路上最硬的一塊骨頭。黃巢深知跟高駢的精銳正面硬刚，搞不好就重蹈宜州戰敗的覆轍，當即拍板用避實擊虛的戰術，不跟淮南軍主力死磕，悄悄繞開防線，轉頭就往江南地區衝，打算在江南開闢新根據地。4月，黃巢趁官軍反應不及，火速拿下滁州、河州，緊接着連夜搶渡長江，一口氣殺入宣州、潤州等江東州縣，直接跳出了高駢的包圍圈。等高駢得知起義軍渡江的消息，再率大軍追擊時，黃巢早已帶着隊伍深入江南腹地，借着流動作戰的優勢，把官軍甩得老遠。江南的老百姓也早被朝廷和貪官刮得苦不堪言，見黃巢大軍到來，紛紛踴躍加入，起義軍聲勢直接再上一個台階。而高駢的精銳雖猛，卻被長途奔襲磨得疲於奔命，再加上他當時被朝廷黨爭牽連，心裡憋着氣，對圍剿越來越敷衍，到最後壓根形成不了有效攔截。就這樣，黃巢憑着一手漂亮的戰術走位，硬生生突破官軍層層圍剿，在江南穩穩扎下腳跟。這一步不僅讓起義軍徹底擺脫了被動局面，更給後續的戰略反攻打下了實打實的堅實基礎。大唐的噩夢才剛剛開始。在江南站穩腳跟後，黃巢大軍繼續展開攻勢，沿着江東腹地穩步推進。拿下宣州、潤州後，順勢攻克常州、蘇州、湖州等重鎮，把江南富庶之地挨個收入囊中。江南的繁華富庶，直接給起義軍拉滿補給，糧草堆成山，財富夠軍需，再加上無數走投無路的流民爭相投奔，隊伍實力一路狂飆。但黃巢腦子很清醒，光靠劫掠搶一時，贏了民心才能守長久，絕不能當一輩子流寇。於是他立馬出台狠招，搞起剝奪士族、安撫百姓的雙軌政策，對那些巧取豪奪的世家大族、貪官地主、起義軍直接抄家奪產，沒收他們囤積的財富和兼併的田產，一部分充作軍饷，一部分分給流離失所的百姓。對普通老百姓則嚴守軍紀，秋毫無犯，還打開士族和官府的糧倉，開倉放糧救濟飢民。這波操作直接戳中了江南百姓的痛點，徹底扭轉了起義軍的流寇的標籤，贏得了廣泛民心。隊伍規模火速擴充到20萬人，在江南的根基越扎越穩。可麻煩也隨之而來。江南藩鎮雖平時各玩各的，但面對起義軍，為了自保，居然抱團組隊，聯合起來抵抗。黃巢帶着大軍連打多場惡戰，雖說接連拿下州縣，卻也在城池攻防戰中傷亡慘重。更關鍵的是，江南水網密布，城池扎堆，起義軍最擅長的流動作戰根本施展不開，長期耗下去，很容易被藩鎮聯軍圍堵包餃子。為了打破僵局，開闢新戰場，也為了避開聯軍鋒芒，遠離中原官軍主力，黃巢果斷拍板，繼續南征。揮師直指福建、廣東一帶，那裡不僅守軍更薄弱，還能遠離紛爭，建立穩固補給基地，為日後北上反攻攢足實力。
一場跨越千里的南征之路就此開啟。公元879年5月，黃巢帶着20萬大軍從浙江南下，開啟了直插福建的遠征。這閩交界全是崇山峻嶺，仙霞嶺古道是唯一的咽喉要道。黃巢兵分兩路，主力沿古道突破，偏師迂回包抄，硬生生穿越層巒疊嶂，一路碾碎官軍的零星防線，接連拿下衢州、建州，兵鋒直指福建的心臟福州。福州城防固若金湯，福建觀察使韋秀帶着守軍死磕到底，靠着城池頑強阻擊。黃巢下令大軍晝夜猛攻，一場慘烈的攻城戰打了數日，終於在8月攻破福州。韋秀見大勢已去，棄城狼狽逃竄。進入福州後，黃巢沿用老辦法，抄士族官僚的家，奪他們的財產，分給貧苦百姓，同時嚴整軍紀，安撫商戶，快速穩住局面，兵力和民心又漲了一大截。拿下福州後，黃巢壓根沒打算久留，稍作休整就繼續南進，把目標鎖定在嶺南第一重鎮廣州。這地方可是唐朝的外貿天花板，商船雲集，富得流油，而且遠在南疆，長安的援軍根本趕不來，妥妥的搶補給、壯實力的風水寶地。9月，起義軍兵臨廣州城下，迅速完成合圍。開戰前，黃巢還想走和平路線，派人給朝廷上表，先請求授予自己天平节度使，被拒後又退而求其次，請求當廣州节度使，結果再次被朝廷駁回。談判徹底破裂，黃巢怒火中燒，下令全力攻城。嶺南東道节度使李條帶着守軍拼死抵抗，起義軍輪番衝鋒數十日，終於在10月攻破廣州。李條被俘後寧死不降，最終被黃巢處死。拿下廣州後，起義軍規模直接暴漲到30萬人，兵種齊全，糧草充盈，已然成為能和大唐朝廷硬剛的超級力量。黃巢也徹底有了掀翻李唐、建立新政的底氣。可天有不測風雲，嶺南濕熱的氣候成了最大克星，起義軍將士多是北方人，壓根扛不住這種悶熱潮濕，再加上大軍密集聚集，衛生條件簡陋，病菌快速傳播，一場大規模瘟疫突然爆發，無數士兵染病身亡。雪上加霜的是，嶺南多山地丘陵，糧食產量有限，根本養不起30萬大軍，糧草危機步步緊逼。內有瘟疫耗損，外有糧草告急，黃巢當機立斷，放棄廣州，揮師北伐，直搗長安。這一次，他要帶着30萬大軍，親手推翻這座腐朽到根子裡的李唐王朝。公元879年11月，黃巢帶着30萬大軍從廣州北伐，劍指長安的終極之戰正式打響。大軍兵分兩路，雙線推進，一路開掛般向中原腹地狂飆。黃巢親自帶隊，從廣州直抵桂林，硬生生鑿山開道，打通湘江航道，沿湘江逆流北上，連破永州、衡州。公元880年正月，就拿下了湖南重镇潭州。隨後派副將上讓率部西進，直撲江陵，自己則率主力跟進，兩路大軍遙相呼應，步步緊逼中原。朝廷火速派京南节度使王铎、山南東道节度使劉巨榮在京襄一帶布下防線阻攔。可王铎麾下的官軍全是草包，上讓部一到江陵就輕鬆擊潰官軍，王铎棄城狼狽逃竄。就在黃巢主力與上讓部會合，準備乘勝北上時，卻中了劉巨榮的埋伏，損失慘重。黃巢當機立斷改路線，繞開襄陽，經隨州、深州迂回穿插，成功殺入河南境內。河南是大唐腹地，朝廷重兵布防，可此時的起義軍早已不是當年的流民隊伍。歷經多年血戰磨礪，戰力拉滿，士氣如虹，
很快衝破官軍層層防線，連下洛陽以東大片州縣，兵鋒直指東都洛陽。公元880年11月，黃巢大軍兵臨洛陽城下。作為大唐東都，洛陽地位超然，守軍拼死抵抗，終究難敵30萬大軍的猛攻，城池迅速告破。黃巢入城後，嚴令軍紀，不擾百姓，不劫商戶，親自安撫市民，穩住局面。短暫休整後，立刻率軍西進，目標鎖定大唐心臟長安。王朝終極決戰一觸即發，朝廷急得亂作一團，火速調齊克讓率軍守潼關，又派宦官田令孜統領神策軍馳援。潼關地勢險要，易夫當關，是長安最後的屏障。可這支神策軍全是長安富家子弟靠賄賂混進來的，平日裡養尊處優，連兵器都拿不穩，壓根沒戰鬥力。齊克讓勉強率軍苦守，起義軍數次猛攻不下，戰事陷入僵持。可晚唐朝廷早已爛到骨子裡，內部先亂了陣腳。田令孜預判潼關守不住，乾脆挾持唐僖宗，帶着500神策軍偷偷逃往成都，直接把長安百姓和文武百官拋在了腦後。皇帝都跑了，潼關殘餘守軍瞬間士氣崩塌，軍心渙散，無心戀戰。黃巢抓住戰機發起總攻，守軍紛紛棄械奔逃，潼關被一舉攻克，長安門戶徹底洞開。公元880年12月5日，黃巢率領30萬起義軍浩浩蕩蕩開進長安，百姓夾道相迎，焚香跪拜，士兵簇擁着黃巢，一步步踏入這座他半生渴望的帝王都城。入城後，黃巢重申軍紀，安撫民心。此刻他的起義事業達到頂峰，而綿延近300年的大唐也徹底墜入了最黑暗、最飄搖的深淵。公元881年正月16日，黄巢在長安大明宮含元殿舉行了盛大的登基大典，正式稱帝，定國號為大齊，改元金統，宣告大齊政權就此建立，公然與李唐王朝分庭抗禮。昔日落地書生終於站上了權力的頂峰。登基後，黃巢火速搭建統治班底，任命心腹上讓為太尉兼中書令，趙章為侍中，孟恺為僕射，各司其職，快速搭建起完整的官僚體系，試圖穩住新生政權的局面。為了扎牢根基，黃巢連出3招整頓長安秩序，一手硬一手軟，恩威並施。第一招，清算舊勢力，重點搜捕長安城內忠於李唐的舊臣和世家大族，抄沒他們的家產，充作軍需。對頑固抵抗、拒不歸順的官員，直接處死立威；而對4品以下願意依附大齊的前朝官員，酌情留用，填補治理空缺，快速盤活行政運轉。第二招，安撫老百姓，延續老傳統，打開官府和士族的糧倉，開倉放糧，救濟貧苦民眾，用實實在在的好處，暫時穩住了底層民心。第3招，嚴整軍紀，反覆重申禁令，嚴禁士兵劫掠百姓，侵擾商戶，還派人巡查市井，維持秩序，讓混亂已久的長安漸漸恢復了往日的煙火氣。登基初期，大齊政權看似一片欣欣向榮，長安城內民心漸穩，秩序井然，黃巢的起義事業也達到了巔峰。可沒人想到，這繁華背後早已藏着2把致命的斷頭刀，注定了政權難以長久。一方面是無根之危，大齊政權只牢牢掌控長安一座孤城，周邊州縣全被唐朝殘餘軍隊和藩鎮勢力把持，成了名副其實的孤城政權。糧草補給、兵力增援全被卡脖子，隨時可能被官軍圍堵封鎖，斷了生路。另一方面是內散之患，起義軍成分太雜，流民、私鹽販子、農民、
江湖豪傑魚龍混雜，沒有統一的思想綱領，組織紀律也鬆散得很。而且多數將士只會打仗，壓根不懂治國理政，一旦戰事受挫，必然人心渙散，軍紀崩壞，衰敗的種子從一開始就埋下了。唐僖宗逃到成都後，壓根沒躺平認輸，反而火速搭建臨時朝廷，一邊穩住陣腳，一邊下旨號召全國藩鎮出兵討黃，收復長安。為了撬動這些土皇帝，唐僖宗直接開出加官進爵、金銀滿箱的天價籌碼，再加上黃巢建大齊政權，徹底打亂了藩鎮的原有利益格局，動了所有人的蛋糕。更關鍵的是，鳳翔节度使郑田等忠於李唐的藩鎮率先響應，主動牽頭聯絡各方勢力。一時間，原本各自為政、互相掐架的藩鎮，全被討黃復唐的名義綁到了一起，組成了一支聲勢滔天的討黃聯軍，堪稱晚唐最強戰力集結。這支聯軍的核心陣容堪稱神仙打架，個個都是狠角色。河東節度使李克用帶着王牌沙陀騎兵出征，這支部隊兇悍到離譜，機動性和衝擊力直接拉滿，堪稱當時的戰場收割機。牽頭人郑田更是謀略過人，穩住聯軍初期局勢，統籌部署全靠他。再加上義武、王儲存等實力派藩鎮，雖說各方都各懷鬼胎，暗藏私心，卻暫時結成同盟，朝着長安浩浩蕩蕩殺來。公元881年3月，討黃聯軍陸續抵達長安城外，鄭田率先布局，一邊指揮聯軍搶占長安周邊要道，形成合圍之勢，切斷城內糧草和兵力補給；一邊先下手為強，在鳳翔附近擊潰起義軍先頭部隊，給黃巢來了個下馬威。初期雙方雖未展開決戰，但幾次小規模交鋒下來，聯軍的戰力優勢已然凸顯。4月，黃巢見聯軍剛站穩腳跟，陣型未穩，決定主動出城破局，率領起義軍全力衝鋒。可他萬萬沒想到，聯軍不僅人多勢眾，更有李克用的沙陀騎兵壓陣。這支騎兵往來奔襲，勢如破竹，起義軍根本抵擋不住，瞬間被殺得大敗，傷亡慘不忍睹，只能狼狽退回長安，閉城固守。此後，聯軍趁機收緊包圍圈，把長安圍得水泄不通，連一隻鳥都飛不出去，徹底切斷了大齊政權與外界的所有聯繫。曾經繁華的帝王都城，一夜之間淪為孤城，糧草越耗越少，援兵不見蹤影，大齊政權陷入絕境，黃巢的統治也徹底搖搖欲墜，敗局已然出現。聯軍包圍長安後，壓根不急着攻城，反而玩起了困殺戰術，圍而不打，死死封鎖所有要道，擺明了要把城內糧草和有生力量耗乾榨盡。沒幾天，長安就徹底陷入糧荒，糧價飆到天上去，街上餓死人越來越多，大齊軍隊的士氣也跟着一落千丈。之前黃巢嚴令禁止劫掠的規矩，此刻全成了空話，士兵們為了活命，開始瘋狂劫掠城中百姓。曾經夹道歡迎起義軍的長安百姓，不滿情緒徹底爆發，大齊政權的民心根基就這麼一步步崩塌了。為了破局，黃巢多次帶兵出城反擊，想撕開聯軍防線，可每次都被裝備精良、人多勢眾的聯軍按在地上打，傷亡一次比一次慘重。公元881年5月，黃巢賭了一把，趁夜色率軍夜襲聯軍大營，打了對方一個措手不及，不僅繳獲了大批糧草，還暫時奪回長安外圍幾個據點，圍城危機總算稍有緩解。可好景不長，聯軍迅速調整部署，發起反撲，很快就收回所有據點，長安再次被圍得嚴嚴實實，危機壓根沒從根上解決。公元881年底到次年正月，聯軍發起多輪猛攻，黃巢帶着起義軍死守城池，雙方在城外，
城頭展開慘烈死戰，屍橫遍野，血流成河，長安徹底變成了人間煉獄，大齊政權危在旦夕。屋漏偏逢連夜雨，外有聯軍圍殺，內院還起了火。公元882年9月，駐守起義軍所控同州的防御使朱溫被聯軍重兵圍困，多次派人向黃巢求援。可此時的黃巢自身都被圍在長安，自顧不暇，根本抽不出援軍。朱溫眼看弹盡糧絕，救援無望，又看清大齊政權必敗無疑，為了自保和謀求富貴前程，乾脆帶着麾下全部將士轉頭投降了唐朝。這波背叛直接給了黃巢致命一擊，不僅硬生生抽走大齊的兵力，更要命的是，朱溫對起義軍的布防、戰術、內部情況了如指掌，成了聯軍最關鍵的內鬼，把大齊的老底全給抖了出去。本就岌岌可危的局勢更是雪上加霜。朱溫降唐後，唐僖宗喜出望外，立馬封他為右金吾大將軍、河中行营招討副使，還賜名朱全忠，命他帶兵參與討黃。有了朱溫這個活地圖，聯軍對起義軍的戰術部署一清二楚，作戰針對性拉滿，戰力直接翻倍。之後半年，朱溫跟聯軍各部緊密配合，持續牽制，消耗起義軍力量。公元883年正月，河東节度使李克用帶着沙陀騎兵主力趕到長安城外，與朱溫、王儲存等部順利會合，聯軍兵力暴漲到10餘萬人，實力達到頂峰。緊接着，李克用率先帶隊在良田陂與起義軍展開決戰，沙陀騎兵如猛虎下山橫掃戰場，起義軍被打得大敗虧輸。聯軍趁勝步步緊逼，再次對長安形成鐵桶合圍，終結大齊政權的總攻已然箭在弦上。公元883年4月，討黃聯軍對長安發起終極總攻，李克用的沙陀騎兵率先衝破防線，如猛虎下山般衝鋒陷陣，強悍的衝擊力和機動性直接碾壓大齊軍隊，起義軍一路節節敗退，傷亡不計其數。黃巢帶着殘餘將士退守長安，與聯軍展開慘烈巷戰，每一條街巷都成了生死戰場，屍堆成山，血流成河，長安城淪為一片人間煉獄。眼見防線徹底崩塌，堅守無望，黃巢只能帶着數萬殘部，趁着夜色偷偷撤離長安，向河南方向逃竄，企圖捲土重來，重整旗鼓。可黃巢一走，聯軍就徹底暴露了貪婪本性。這支打着復辟唐氏旗號的軍隊，比起義軍還要殘暴。藩鎮士兵和潰散的神策軍在長安城內大肆劫掠，燒殺搶奪，無惡不作。昔日金碧輝煌的大明宮，鳞次栉比的繁華街巷，全被付之一炬，化為焦土。無辜百姓慘遭屠戮，死傷無數。這座見證了大唐300年興衰的帝王都城，最終淪為殘破廢墟，而這滿目瘡痍的景象，也徹底印證了晚唐的腐朽衰敗，早已回天乏術。公元883年5月，黃巢帶着殘部撤出長安，第一時間就盯上了河南蔡州。彼時的蔡州节度使秦宗權就是個牆頭草，早年降過黃巢，見黃巢勢衰，又叛投唐朝。黃巢率軍突襲蔡州，一戰擊潰秦宗權，逼着他再度低頭歸附。兩軍合兵後，起義軍兵力總算暫時回血。稍作休整，黃巢立馬率軍猛攻陳州，可他撞上了硬骨頭，陳州刺史趙抽。這趙抽是妥妥的中唐死士，早料到起義軍會來，提前加固城防，屯足糧草，帶着守軍死磕到底。起義軍輪番衝鋒，晝夜猛攻，卻始終沒能攻破陳州城防。黃巢被徹底激怒，下令全軍圍城。一場長達近10個月的死耗就此展開，是要踏平這座攔路城。可黃巢只顧着跟陳州死磕，
卻沒察覺死神早已逼近。唐朝聯軍緊隨其後，逐步收緊了包圍圈。朱溫的宣武軍、李克用的沙陀軍、石浦的武寧軍等主力陸續趕到陳州城外，與城內趙抽守軍裡應外合，把起義軍團團圍在中間，形成瓮中捉鱉之勢。黃巢徹底陷入絕境，攻陳州不下，又被聯軍反圍，糧草很快耗盡，士兵們飢寒交迫，士氣跌穿谷底，逃兵降兵一天比一天多。公元884年4月，黃巢深知突圍無望，只能咬牙下令放棄陳州，帶着殘部向山東逃竄，企圖返回故鄉冤聚，尋一線生機。可聯軍根本不給活路，一路追堵截殺，起義軍將領或戰死或投降，兵力越打越少。等逃到山東兗州時，黃巢麾下僅剩不到1萬人，而武寧节度使石浦緊追不捨，很快在兗州追上起義軍，雙方展開終極死戰。起義軍慘敗，黃巢只能帶着少數親信突圍，倉皇向泰山方向奔逃。6月，黃巢逃至泰山狼虎谷，身邊只剩數百親信，退路被石浦大軍徹底封死，已然窮途末路。6月17日，這位攪動天下10年的梟雄，對着外甥兼心腹林岩嘆道：“我當初起兵反唐，本是想替天行道，掀翻腐朽朝廷，拯救百姓，如今卻落得這般田地。你割下我的首級，去投降唐朝，或許能保全性命，求得富貴。”林岩雖滿心不忍，卻不敢違逆，只得含淚動手。可他帶着黃巢首級去投奔石浦的路上，偏偏遇上了李克用麾下將領李存信的沙陀騎兵，當場被斬殺，黃巢的首級也被奪走。最終，石浦從沙陀軍手中取回首級，派人送往成都臨時朝廷，獻給唐僖宗。唐僖宗見到黃巢首級後大喜過望，當即下令懸掛在成都街頭示眾，以此震懾天下，安撫民心。至此，這場歷時10年、撼動大唐根基的黃巢之亂正式落下帷幕。黃巢之亂雖已落幕，但給大唐留下的創傷卻深入骨髓，永難癒合。這場歷時10年的動亂，硬生生讓大唐人口銳減過半，田園荒蕪，餓殍遍野，百年積澱的經濟徹底崩盤，維繫社會運轉的秩序也碎成了齑粉。更致命的是，這場動亂成了藩鎮的擴張狂歡，各地藩鎮借着平叛的名義，瘋狂招兵買馬，兼併地盤，吞掉了戰亂中衰弱的中小藩鎮，完成勢力大洗牌。自此，藩鎮徹底掙脫中央制衡，大唐朝廷再也管不住這些土皇帝，中央集權名存實亡，王朝只剩一副空殼。平叛中崛起的李克用和朱溫，成了晚唐最狠的2大梟雄，直接拉開了梁晉爭霸的大幕。李克用靠着沙陀騎兵的硬核戰力，牢牢扎根河東，建起穩固的河東藩鎮。朱溫則趁機吞併中原腹地，以宣武藩鎮為根基，攥住了天下最富庶的區域。2人野心爆棚，為爭奪天下霸權，從晚唐延續至5代初期，展開了數十年的長期混戰，把本就動盪的天下攪得更亂。公元885年3月，唐僖宗狼狽返回殘破的長安，不僅沒能重整朝綱，反而讓宦官專權，黨爭內耗捲土重來，且愈演愈烈。皇權被徹底架空，從唐僖宗到唐昭宗、唐哀帝3代皇帝全成了藩鎮和宦官手裡的提線木偶，任人擺布，毫無尊嚴。各地強藩互相攻伐，戰火不斷，底層百姓再度流離失所，朝不保夕。晚唐徹底墜入無日不戰、無地不災的黑暗深淵，王朝覆滅早已是板上釘釘，只剩苟延殘喘的體面。公元907年，朱溫徹底掌控朝廷大權後，
不再偽裝，逼着唐哀帝禪位，一腳踹翻李唐江山，廢除國號，建立後梁，自立為帝。至此，歷時289年，見證過贞觀之治、開元盛世的大唐王朝，終究沒能熬過亂世蒼涼，正式走向終結。歷史進程就此邁入5代10國的分裂亂世，政權更迭如走馬燈，戰火紛飛，無休無止。而這一切的轉折與動盪，皆源於黃巢掀起的那一場血色風暴。它既是對腐朽大唐的致命一擊，也親手推開了一個戰亂割據的新時代。歷時10年的黃巢之亂，就像一場席捲大唐的血色風暴，刮過了盛唐最後的餘暉，也刻下了王朝興衰的永恆密碼。它不是一場簡單的反賊作亂，也不是一次完美的正義起義，而是晚唐100餘年積弊的總清算。藩鎮的偉大不掉，宦官的禍亂朝綱，士族的腐朽僵化，百姓的走投無路，所有矛盾在這場風暴中交織碰撞，最終撕碎了大唐的統治根基。黃巢的一生是這場風暴最鮮活的主角。從長安客棧裡揮筆題詩的落地書生，到縱橫南北、攻克兩京的衝天大將軍，再到狼虎谷中拔劍自刎的末路梟雄，他的逆襲裡藏着寒門士子的憤懣，他的瘋狂裡藏着亂世流民的絕望，他的覆滅裡藏着草莽政權的局限。他終究沒能成為拯救天下的英雄，卻意外地成為了歷史的清道夫，摧毀了延續數百年的門閥士族，推動了經濟重心的南移，也為後世留下了關於權力、民心與治理的無盡思考。當我們回望這場動亂，不該只看到燒殺搶掠的血色，也不該只糾結於黃巢是英雄還是惡魔，更該讀懂的是，一個王朝的崩塌，從來不是一瞬間的崩塌，而是無數個錯誤的疊加。一個亂世的崛起，也從來不是一個人的狂歡，而是千萬人的無奈與掙扎。大唐的落幕，不是因為黃巢一人的衝擊，而是因為他早已失去了自我修復的能力，失去了對百姓的敬畏之心。黄巢之亂結束了，大唐的壽命也進入了倒計時，但歷史從不會因一場動亂而停止。它像一面鏡子，照見了權力的邊界，也照見了民心的重量。水能載舟，亦能覆舟，從古至今從未改變。那些在風暴中流離失所的百姓，那些為了生存而奮起反抗的底層，那些在權力博弈中迷失的梟雄，都化作了歷史的塵埃，卻也為後世王朝鋪就了前行的基石。千百年後，我們在談黃巢之亂，談論的不僅是一段動盪的過往，更是對盛世與亂世、權力與民生的深層叩問。晚唐的夕陽早已落下，但那段歷史留下的啟示卻永遠值得我們銘記。唯有正視矛盾，敬畏民心，堅守底線，才能讓王朝的根基穩固，讓盛世的光芒延續。而這或許就是這場血色風暴留給後世最珍貴的遺產。